2025国漫的竞争比起往年更加激烈，几乎每一部叫得上号的经费都在疯狂燃烧。今天豆豆就给大家盘一盘综合播放量、评分、口碑的前10顶流国漫，数据来自豆瓣以及各家播放平台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看看这前10有没有你喜欢的国漫上榜吧。第10名，不良人第7季。作为腾讯独播的不良人，这一季站内的评分高达 9.4， 但在豆瓣却被近4万人打出了 6.0 的分数，与前6季的9分左右相差甚大。不良人开播时站内评分曾高达 9.9， 首播登顶，可见观众们对他的期待十分之高。这一季的漠北篇讲的是漠北王后策划4月会的暗影阴谋，李星云率不良人和4大师组合作对抗漠北势力。这部剧的制作依旧精良，不论是人物建模还是打斗场面都十分在线，配乐也相当出色。但不少网友吐槽第7季剧情降智，逻辑混乱，人设崩塌。或许是前6季珠玉在前，第7季让不少观众都十分失望。第9名，吞噬星空。作为大名鼎鼎的科幻动漫，吞噬星空的机甲特效播放已经突破了11亿，站内也有830万人打出了 8.5 的高分。豆瓣对于第5季也打出了 7.4 的高分，但第6季却迟迟没有评分。吞噬星空的优缺点也很明显，高质量的特效将星际异种生物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主角罗峰的形象也很饱满，其他重要角色也不是工具人，但披着科幻外衣的玄幻修真番一直都被人诟病，部分镜头过于敷衍。当然还有所有小说改编的通病，魔改剧情。第8名，完美世界。作为腾讯热度年冠，完美世界在站内被近1400万人打出了 9.4 的高分，但豆瓣却至今都是暂无评分。自从做成年番后，完美世界一直被吐槽打戏占比高达 90%， 动不动就是经费在燃烧。虽然能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，但也让不少观众看得有些疲劳。很多观众也觉得剧情魔改严重，经常删减或改动小说情节，导致故事的连贯性很差。不少观众直呼割裂。尽管制作水平很高，人物很美也很帅，但依旧有不少观众弃剧。好在最近播出的剧集改正了不少，观众看剧的体验也好了很多。第7名，诛仙。诛仙第3季才更到第8集，站内就已经有60多万人打出了 9.5 的高分。第2季的豆瓣评分更是高达 8.6， 相比前2季，第3季不论是特效还是建模都有所提升。鬼力和兽神的战斗场面特效绚丽，视觉冲击力很强。动漫第3季的节奏也很快，几乎走到了全书3/4的剧情。相比凡人修仙传、完美世界这类型的来说，速度堪比坐火箭。不过本身这部剧原著也不算长，发展的这么快，也导致诛仙在剧情上有很大的争议。很多人觉得对原著还原的很好，也有很多人觉得被魔改。第6名，师兄啊师兄。师兄在豆瓣评分 7.8， 其中5星占比 23.6%， 4星占比高达 41%， 可见得到了绝大多数观众的认可。师兄在站内也长期霸榜第1，第2季热度突破8500，职场梗二创播放量更是达到了破亿。师兄年番承接前面的内容，进入了封神大劫篇，讲述了李长寿面临天道算计，如何在博弈中保全亲友的故事。师兄以轻松修仙加权谋智斗的独特风格，在一众国漫中脱颖而出。虽有小瑕疵，但整体制作算是国漫中的第1梯队，很适合喜欢反套路搞笑番的观众。第5名，苍原图。苍原图是2023国漫的一匹黑马，它凭借着高水准的改编和制作，在豆瓣斩获了 8.6 的高分，其中5星占比高达 51%。水墨特效，主角孟川的形象鲜明，配角也各有故事和性格，群像戏较为出众。剧情大体上改编的比较出色，虽然和原著有较大不同，但节奏紧凑不拖沓。虽说苍原图没有完全摆脱爽文框架，但看得出它的野心远超同类作品。作为优酷新国风战略的代表，它为国产玄幻动画提供了范本。第4名，仙逆。仙逆作为黑马中的黑马，站内970多万人打出了 9.4 的高分，豆瓣评分更是高达 8.9， 其中5星占比 64%。仙逆以出身平凡的主角王林修仙逆袭为主线，不到100集，王林就已踏入阴变。仙逆整体剧情紧凑，删除了原著中的拖沓剧情，保留了核心爽点，高潮迭起。名场面制作精良，各种细节都经得起推敲，并且很少会卡点。王林凭借杀伐果断，被称为国漫最狠男主。虽然王林心狠手辣，但他也极重恩情。
遁天老祖助他恢复修为，送他尊魂幡。亡灵日后也将炼魂宗发扬光大，还他无数个炼魂宗。虽然最近因为纯爱的缘故，导致仙逆被频频骂上热搜，但从整体来说，仙逆的质量在国漫中还是够硬的。只希望编剧们好好改，但千万别魔改。第3名，牧神记。自开播以来，牧神记凭借精良的制作和独特的风格迅速破圈。它在 B 站站内评分高达 9.6， 豆瓣评分更是高达 8.7。牧神记讲述的是主角秦牧在残老村的成长，9位身怀绝技却又残缺的老人培养秦牧修炼霸体。随着剧情的发展，一步步揭开秦牧的身世和虚界与神界对立的真相。牧神记的世界观构建的宏大且独特，它融入了神话、科幻，充满了想象力。不过相比小说，动画简化了宇宙记的设定，再加上一些剧情的发展和转折有些生硬，导致部分原著党和观众有些不满。而牧神记最先出圈的是它的暗黑国风美学，旋即采用3维粒子加书法模拟的技术，打造出各种震撼场景。若是后续能够优化节奏，将世界观填好，牧神记还是有望成为国漫黑神话级的作品。第2名，玲珑。时隔6年，万众期待的玲珑第2季终于开播。玲珑站内评分高达 9.8， 在豆瓣也斩获了 8.9 的高分，其中5星占比 68.8%。第2季延续了第1季的末日废土世界观，重心从灯塔转向龙骨村，但由于前2集的节奏过于拖沓，被观众痛批是在水时长。好在随着剧情的推进，第6集后口碑开始回升。玲珑的画面制作属实顶尖，末日废墟的场景也极具沉浸感。虽然还有各种这样那样需要优化的地方，但也算是稳坐国漫科幻天花板的位置。第1名，凡人修仙传。作为 B 站的扛把子，凡人的站内评分高达 9.7， 他最新的外海风云篇在豆瓣斩获了 9.3 的高分，其中5星占比高达 73.3%。凡人修仙传的评价有些两极分化，有的网友觉得它是国漫中的6边形战士，不管是剧情、打戏、文戏、建模、场景、运镜，全都有着一线的顶级水准。打斗场面采用真人动作捕捉技术，呈现出拳拳到肉的武侠感，角色的微表情以及动作的流畅性也都备受好评。并且难得的是，凡人一直在进步。当然，一部好的作品必然也伴随着诸多争议。不少观众觉得制作组一直在还原原著和大众化改编中摇摆，没有很好的平衡，既要又要，最终导致不少粉丝和路人都不太满意。有些剧情中韩立也显得有些胜负，和他谨慎利己的形象有些割裂。希望凡人后续能够在尊重原著和创新表达中找到平衡点。最新电视剧版的凡人也已经定档，不知道最后会拍出什么牛鬼蛇神，小伙伴们会不会去看一下剧版，审判一下呢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啦，你们心中的国漫 No.1 是谁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，小伙伴们还有什么想看的排行榜，也可以留言告诉多多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